欢迎来到著名歌手频道，我很高兴您订阅并分享该频道。歌手初见面，周深谦逊态度招人喜欢，万众期待的全网最强音综生生不息。嘉年华自打开播以来，热度一路领先，令人不禁感慨。音综还是的看芒果台，从节目路透再到正片上线，中间最多也就隔了半个月的时间。真就印证了那句芒果出品必属精品。当然了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全网观众的热议。除了芒果台的自身实力外，更重要的一点是本季的嘉宾堪称神仙打架，分别有孙楠、韩红、张琪、毛阿敏、王心凌、黄绮珊、谭维维、胡彦斌、汪苏泷、宋亚轩、郁可唯、古巨基以及陈楚生、周深等人，全都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唱将，没有任何一个德不配位的流量艺人。节目开篇一上来，谭维维就跟宋亚轩同框飙歌，共同合作了炸裂曲目《山河图》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画风，可呈现出来的效果远比披荆斩棘跟乘风破浪要更胜一筹。毕竟参演该节目的艺人都是有口皆碑的实力唱将。舞台首秀结束后，镜头一转，来到了真人秀情节。为了营造出更好的舞台氛围，节目组还特意为歌手打造了一条生生街道，并且墙上还挂满了歌手们的海报。率先登场的就是国家队唱将韩红跟孙楠、毛阿敏三人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远比网友想象中的要深厚。毛阿敏看到韩红后，甚至还飙起了上海话，直呼在飞机上，韩红明明看见了自己，却不主动说话，能让韩红如此害羞的人，纵观整个华语乐坛，恐怕只有毛阿敏了。第二组，谭维维、黄绮珊、郁可唯号称川渝一家人，都是典型的实力大 vocal。之前在年代歌单中，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和黄绮珊的向云端频繁霸榜，三人的综合实力都不容小觑。第三组，汪苏泷、周深、宋亚轩在车上被问到即将要跟各位前辈见面什么心情时，周深的心情十分忐忑，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有很多歌手之前都没见过，况且熟悉深深的歌迷都知道，周深是一个很内向的歌手，在其他节目中之所以会表现得那么主动，是因为周深的情商高，只要有他的出现的地方，就一定少不了欢乐。入场后，对每位歌手的称呼都产生了好奇，看到汪苏泷撞脸郁可唯的名场面后，主动 get 对方。而就在10分钟前，黄绮珊跟郁可唯同样聊到了这个话题。在郁可唯眼中，自己的眼睛要大汪苏泷更大一些。搞笑的是，正当二人还在看歌手海报时，孙楠跟韩红同时走了出来。看到前辈出现在自己眼前时，周深一如既往的谦逊有礼貌，一边喊老师你好身子，一边往后退，一系列出圈小表情，看上去可爱至极。被采时表示，两位前辈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太高了，感觉自己瞬间就局促了起来。不过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千万大厅的过程当中，汪苏泷不按套路出牌，当着两位前辈的面突然发问，知道周深是数千人报名之声吗？此话一出，只见深深脸上写满了害羞。作为华语乐坛出了名的接梗小王子，自然不会让这句话掉在地上，紧接着就开启了大型互捧模式，大声喊出汪苏泷是手握1亿加收藏总量。汪苏泷则是表示，周深把华语音乐带向了一个新的地方。二人的这段互捧名场面看起来虽然很搞笑，但谁都不可否认，汪苏泷跟周深确实都是非常优秀的实力派男歌手。换句话说，华语乐坛如果没有他们二位，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而节目组标出的关键词也都是有据可查，并没有半点夸张的成分。此时此刻，周深满脸尴尬，用他的话说，把自己尴尬的
找地缝都没找到，只能全身而退，坐在自己的角落，存在着就好了。入场之后，十分乖巧地坐在了郁可唯的旁边，听到老师们要喝水时，跟汪苏泷、宋亚轩一起主动为前辈洗杯子、倒水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节目组还给深深打上了劳动光荣4个花字。直到张琪、胡彦斌亮相，三人还在干活。如同汪苏泷所讲，他们把全场的体力活都承包了。最后总结，现场分成了3个组，自己跟汪苏泷、宋亚轩属于尴尬球式组中间的，比较像新朋友聊天。再有就是韩红、孙楠、毛阿敏前辈们的社交名场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韩红还把《我是歌手3》的所有艺人集结到了一起，分别有孙楠、古巨基、谭维维、胡彦斌。事实上，其他歌手也都参与过该系列。黄绮珊参加了第1季，郁可唯参加了歌手2018，陈楚生参加了歌手2019，深深参加了歌手当打之年。某种层面来说，本季的常驻嘉宾更像是依据之前的音综节目来选的。后来与古巨基打招呼时，不小心打断了他跟毛阿敏的对话，只见周深连忙道歉，直呼对不起，我们的错在他身上。感觉不到半点偶像包袱，在前辈面前永远都是那么的有礼貌。再看汪苏泷喜剧人彻底实锤，来了一句叫您鸡哥还是？没等人家自己喊出别称，又来了一句谷歌谐音谷歌。对此，不少网友都说汪苏泷跟周深承包了首期节目的所有看点，只要他们2人同框，势必就会上演一出好戏。节目播出之后，周深谦逊态度圈粉无数，超过60%以上的路人都在微博表示，深深太招人喜欢了。与汪苏泷的互捧名场面更是被推上热搜。